两个是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王先生来自河北，26岁，待业；女嘉宾李女士来自河北，24岁，职员。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异地恋对吧？对。异地有多远啊？我在北京，他在秦皇岛。资料上面说现在待业是指什么呀？就是在准备公务员考试。哦，还在准备考试。你现在在北京工作是吧？异地有多久了？1年。谈了多久恋爱了？2年半。哦，怎么认识的？怎么谈的呀？我俩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大学的时候呢，我俩就是加入了同一社团啊。然后我们这个社团活动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是慢慢开始就是熟悉了，然后一起出去聚餐，一起出去玩，然后到后来慢慢就是有了感情，我俩在一起。这大学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分在一起啊？就是刻意的让两个人走在一起，在一个城市啊，选择异地呢？因为那时候我选择了考公务员，然后他就是选择了直接工作。那干嘛非要给自己这种尴尬的异地局面呢？主要你们当时怎么商量的呢？主要是刚开始毕业的时候，然后在毕业之前，他说他要考研，我支持他，因为他准备考研的时间比较长，有1年多吧。那个时候还在一起，就是我也在秦皇岛，然后他就是每天都学习，然后我早晨的时候会陪他吃饭呀什么的。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跟他一起吃饭或者陪着他一起学习啊，会影响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相当黏我。每天早上的话，我起来之后就是然后在食堂等他吃饭然后中午的时候呢，也不想让我回宿舍，然后就陪他一起在学校里闲逛。晚上也是宿舍快关门的时候，然后把他送回去，然后我再回去。基本上就是我一天有空闲时间的话，都要陪着他。后来这不考研嘛他还像以前那样，就是想让我陪他，但是就是之所以考研呢，就是也是因为就是我们的一个双方的一个家庭问题，因为我俩就是不是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城市。但是就是我们双方。你家是哪儿的？我是邯郸。你呢？我是涿州的。我们双方家长呢都是希望就是我们毕业之后让我们就是在自己家这边工作发展因为她是独生女嘛然后我家也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他们都希望我们在自己家这边发展，但是去他家的话就是我爸妈不同意嘛，然后他来我家这块嘛，他爸妈也不愿意然后我就想在北京，然后考个研，然后到时候找一个相对稳定点的工作。如果有个稳定的工作的话，就是我爸也同意我在外面。就是出于这个目的的话，我才开始考研。这不挺好吗？两个人为了自己的感情努力啊，这是非常好啊。但是没考上呀。没考，嗨，那有人在考。他没有说再准备2次考研，他而是选择了公务员。他如果考公务员的话，他会就是留在邯郸呀或者什么的那不离得更远了吗？失手之后为什么不考第2次？你不都规划好未来了吗？因为有考研的话要再等1年嘛，然后你考呗。然后公务员的话就是在考研之前然后就准备说考一下这个公务员。那你要公务员考不上呢？对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要公务员考不上呢，而且问题又来了，就是都已经就毕业快1年了嘛。我说你要不然你考研可以啊，你找一个工作，从北京找一个工作，然后咱俩还能在一起，你也准备考研，而且还能为你这个生活提供一点保障，对吧？对，这倒是挺务实的啊。对啊，因为你已经毕业了，不可能就一直跟家里要钱吧？我之前也去北京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工作，然后就是边工作，然后回去之后再准备考试。但是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就是白天工作完之后，晚上就是下班回去之后，基本上就没什么精力，也没什么时间来准备我这考试了。然后之前就是考研的时候呢，就是他在那时候还陪我，但是那时候呢，就是我就感觉2个人在一起考研的话，就是特别耽误这个进程。就是接着在北京陪他，就是一起工作，然后再准备考试的话，我感觉就是这样的效率就是不太高。因为那你未来的打算是什么呢？
我打算就是目前就是先准备这次公务员考试嘛。考完之后，最起码我们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能相对稳定一点的工作啊。到时候我们如果结婚，他来我们家这边，就是我们就是能够满足我们就是每个月基本上一些花销什么的。明白了，就是最早男生的想法是，既然你们家不同意你来我们家，我们家不同意我去你们家，所以我们俩找一个第3地北京。去的方式是我考研，你找工作，对吧？对。结果女生找好了工作，男生没考上研，对不对？对。现在男生又退一步了，说那对不住了，我回我们家邯郸考一个公务员，等我差不多了，你来我们邯郸来，是这意思吗？对。那这不是姑娘愿意吗？我愿意啊，但是愿意没事了。还有一个矛盾就是什么呢？他那个没有时间陪我，他可以打游戏啊。他每次玩游戏的时候就特别认真啊。非要赢，不赢就不行。也没有，我就是学习之余学习累的话，玩游戏稍微就是给自己放松一下。就是我刚开始一玩的话，他就说我感觉就是自己没有一点自由一样，干什么事情都必须得听他的，就是我的时间安排也必须是由他给我安排。我要自己规划一下，他总是觉得就是我这样玩游戏不行。你玩游戏，你玩1-2局我可以不说你，对吧？然后你有一次玩游戏玩到流鼻血，我真是。其实那次是流鼻血的话是个意外，其实那就是那2天上火比较大，就是然后刚好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流鼻血了，然后他又非说就是我就是玩游戏玩的时间太长了，整天在那玩游戏。那我不是担心你吗？但是你自制力也不太强啊，你比如说你吃饭，然后原来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这么胖，就是原来他比我瘦好多，就是在一起之后我就是比较宠他。说我胖，然后每次。我跟你说，每个女生都爱吃东西，好多女生都喜欢吃零食啊之类的。就是你在我吃之前，你说我也可以。就是在我吃的正高兴的时候，他就说我，让我特别生气。就是我吃的正开心呢，然后他就说：“哎呀，你别吃了。”那我已经吃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说我呢？你在之前提醒我不就可以了吗？上次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就是爱吃嘛，然后我就是吃饭之前我就说晚上了咱们少吃点啊，然后呢，但是就是他就是吃着吃着就吃多了，最后呢就是吃完之后他自己吃吐了，然后我就是，然后以后我就是在他吃的最高兴的时候，我感觉那应该吃的就是差不多了，就是说我说你要不咱们就别吃了。不是你确实是把自己撑吐了吗？哎呀，这姑娘也是哈。行啊，还有别的吗？也可能是我俩脾气可能有时候比较犟一点啊，然后我俩就是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的话都可能要吵一架。你们俩也不在一起，拿什么吵？电话？对，那时候就是打的挺晚了。然后那时候是白天没时间，然后晚上回去之后打电话，然后打到那种10点多11点那时候吧。然后我就是因为也是在床上躺着打嘛，打着我就比较累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他就生气了，就说我今儿竟然就是睡着之前没跟他说一声。然后我说那我睡着之前我怎么跟你说？我说我要睡着了，然后我怎么可能1秒之间然后睡着了就？今天你们来这儿到底要干嘛？我不想明确一下。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你想分手？为什么呢？累。他挺让人省心的呀。他现在从这儿这么能说，但是在下边的时候吧，就是我俩一吵架，然后呢他就不说话。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就是你要跟我吵，就是把事情说明白了，然后就没事了呀。然后但是他什么话都不说，就让我自己从那儿生闷气。他知道我生气了，他还那样待着，他就什么都不干。所以女生是想分手，因为觉得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善言语，或者说对你不善言语，是吧？对。你怎么判断你们这感情呢？你怎么想？就比如说我睡觉以那件事为由吧，就是我每次都跟他解释，就是经常解释，我感觉就是都已经解释要烂了都。平常也是，就是每次就是跟他解释完之后还得解释，累了。你也累了？那这段感情你还想要吗？想。女生说我累了，男生说我还想要，但是这个累是真累还是假累？这个男生说的想要是真想要还是假想要？其实也就毕业了1年，异地了1年，分开没有多久，可是就是这段时间，让2个人的感情已经有点摇摇欲坠了。该怎么办呀？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周群老师，你真想分手吗？想。你确定吗？
其实你们说了很多，我仔细听了一下，都是非常琐碎的、很小的事情。你说这些事是不是能构成分手的理由？当然也可以，但似乎从我这个年龄来看，我真觉得好像都不是事儿。但是如果这么年轻，爱已经燃不起激情，让我们这么疲惫的话，不仅仅是女孩累，男孩也觉得辛苦的话，我真觉得要画一个问号了。我也没有答案，真的很抱歉，我很费解。对，最后他说，继续还是分开，这是一个问题，没有答案。来，白老师，你有答案吗？来，听一听啊。我觉得这男孩子不爱你，或者没有那么的爱你了，真的。你知道，我平时啊，我也老怕自个儿胖，然后我也老说，哎呀不行，我要减肥，要不然衣服穿不进去了。然后我们家先生呢，是在平时只要我是买新衣服这事呢，他就说，哎，你得减肥了。但是只要一吃饭，吃的时候，我们家老公就说，你再多吃点，平时那么辛苦那么累，就是你知道，就是他控制不住，他特别爱你的时候，他不是说他不嫌你胖，或者是说他这个不想你瘦下来，但他就是当你吃的时候，他看着他会有一种由衷的那种幸福感，这个东西。但是你看，他总是在你最快乐的时候，然后给你一刀，这个吧，就让人感觉那是真嫌弃了。可能这男孩子还没有意识到，因为这个女孩子跟你分开1年的时间，但是就这1年，所有的问题都凌驾于跟他的交往之上，所有的你的快乐都跟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而这个过程当中，好在说句不好听的，好在还有一个异地作为一块遮羞布给你遮一遮。如果没有这事儿的话，就他每天管你唠唠叨叨的，就他每天这么粘人，就他每天那么强势，你真受得了吗？我不太。次都要让他
他许我一个未来，他考虑我的内心感受。我们家人说你不能去他的家乡。那好，他说我们去一个第三方城市，女生去了，他觉得这个男生是可靠的。后来发现我真要靠的时候，这男生把身子抽开了，抽开之后跟你说，不行啊，这事儿我做不到啊，来到我们家来。女生做第二次让步，女生说行啊，我跟你回家，因为我爱你。可是女生到这个时候发现男生第二次又开始抽开身体了，男生说别靠着我啊，这个靠是心理上的依赖和依靠，是说你能对我好点吗？我都为你做了这些东西努力和付出了，你能对我好点吗？男生说不能，我玩游戏。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累，你也觉得累。但是我觉得看清楚了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有些感情没有对错，没有谁的付出多谁的付出少，都在付出，有些就是无疾而终。当他要无疾而终的时候，也不要浪费那么多的资源，说我们一定要守着他。守什么呢？请60元。我以后会改，我知道我以前就是没有特别在乎你，我也一直没有站在你的角度考虑过问题，总是我特别自私，总是感觉我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有时候我也特别犟，我感觉我就是我坚持的就必须要坚持，就是你必须得为了我的坚持而改变。但是我感觉我们还是有一些感情，在感觉就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分开。就是我感觉我以后会变成一个你可以依靠的墙。好，时间到啊！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男生表白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咱都没把那个词说出来，今天对吧？来，请关门。他说我有时候比较自私，你真的回头看这段感情，男生确实把我放得还挺大的，但是呢，他们自己的选择嘛。最后这对恋人的选择是继续呢，还是分开呢？请开门。一起相遇，一起这里，幸福就在就在心上。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时光，各位请见证。在爱里等着你。来，请亮灯啊！来，好好对人家姑娘，能做到吗？哎，回去吧，回去吧。祝他们幸福吧。